昨天我们讲的这个 Alexander Mackenzie 啊，他从陆地的可以跑到太平洋。那我们下面呢继续讲啊，另外一位探险家，在这个人呢叫西门菲沙啊。那这个名字呢，如果来过加拿大的人呢，一点都不会陌生啊，因为我们这里呢有一条菲沙河，菲沙河就是纪念这个人的。另外呢，还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叫西门菲沙大学，就是纪念这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意外的探明了这个菲沙。为什么说他意外呢？因为呢，他们本来是想找这个哥伦比亚河，结果呢，就是误打误撞的就跑到这个太平洋的出口，测量那个经纬度，发现呢，他们是找到新的出口，这个就是菲沙河。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菲沙河，下面也是先读一读这个第5章。落基山史记，作者介庸，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1章，新域探索。第5节，西门菲沙意外探明菲沙河。西门菲沙1776年5月20日出生于纽约州一个苏格兰裔的军人家庭，父亲是英军第84高地团的上尉。西门菲沙是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773年，父亲带着他的军团到达北美洲。1777年，在本宁顿战役被俘入狱，死在监狱。西门菲沙的母亲有一个姐夫，在蒙特利尔当大法官，于是他们举家搬迁到魁北克投靠亲戚。由于西门菲沙的2个叔父是非常活跃的皮毛贸易商人，于是于1790年，他进入西北公司当学徒。1792年，西门菲沙学徒期满，被派到阿萨巴斯卡湖地区工作。在这里，他的工作表现非常突出。1801年，刚满25岁便成为公司的合伙人。1805年，西门菲沙被任命为西北公司落基山以西皮毛贸易区域最高负责人。他的主要职责包括继续扩大发展落基山以西面地区的皮毛贸易活动范围。当年亚历山大麦肯齐所开拓的通向太平洋线路，后来被认为太难走，特别是从西路和向西翻越海岸山脉那一段路非常艰险，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到了1805年秋天，西门菲沙开始带领他的团队离开阿萨巴斯卡地区，沿着和平河一路向西，来到了落基山东面和平河峡谷入口。在那里，他建了一个皮毛贸易驿站，就是后来的哈德逊希望。那年冬天，西门菲沙带着他的队员翻过山脉，来到麦克劳德湖，在那里建立了鳟鱼湖岛。这是当时落基山脉以西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人定居点。西门菲沙将这片领土命名为新卡列多尼亚，以纪念他苏格兰的祖籍。西门菲沙在这片领土附近不断的开拓业务，后来被证明这个地方的皮毛贸易市场非常理想。由于原住民人口较多，又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所以利润丰厚。西门菲沙加大开拓力量，把他的副手都分配出去，找寻更多贸易机会和设立更多的皮毛贸易点，不断扩大贸易范围。他自己就准备往南拓展，想办法打通出太平洋的通道。1806年，有人告诉西门菲沙，现在所处的这条菲沙河就是1792年美国罗伯特雷格船长探索的那一条哥伦比亚河。他经过分析河流的流向和山脉的走势，推测出这条河很有可能会流出太平洋。于是他策划组织一次探险活动，目的是直接找到这条河的出海口。尽管当时有很多当地原住民告诉他，这条河的下游根本无法通行，但他还是不想取消这次探险活动。本来他计划当年就出发，但由于物资供应缺乏，加上这是一次长途跋涉，耗时数月的大型探险活动，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只能等到第2年开春。在这段时间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的另一位副手在西边找到了一条尼考科河，可以流出太平洋，而且那片地区的皮毛贸易生意也非常不错。西门菲沙在菲沙河与尼考科河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个更大的皮毛贸易驿站，命名乔治堡，就是后来的乔治王子市。这个地方将成为他菲沙河下游探险的起点。1808年5月28日，西门菲沙组织了一支24人的探险队，使用4艘独木舟，带上几个月的生活物资，开始了这次探险之旅。6月1日，西门菲沙探险队首先冲向三叶洋峡谷的急流，因独木舟搁浅而陷入了困境，不得不用绳子把独木舟拉出峡谷。他们向当地人购买了2匹马搬运物资，因为有些地方走陆路比河里险滩行舟更加安全。6月5日，西门菲沙探险队通过齐尔科廷河口之后，被悬崖阻挡而无法通行。他们把独木舟和一些暂时不需要的物资暂保存起来，每人携带80磅物资，徒步继续接下来的路程。6月14日，西门菲沙探险队到达了一个大的村庄，据分析可能在今天利卢埃特附近。他们重新购买了2艘独木舟，又开始了菲沙河下游的航程。6月19日，西门菲沙探险队来到汤姆逊河河口的一个村庄，在这里他们买到更多的独木舟继续航行。途中遇到急流，失去了1艘独木舟，但所幸的是船上的人都被救上岸，没有伤亡。后来西门菲沙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地狱门，警示后人对大自然要有所敬畏。西门菲沙探险队好不容易到达了北湾，由于这个地方水道更窄，水流更加湍急，路差非常大，他们不得不再次放弃独木舟。西门菲沙探险队只能沿着两岸原住民修建的只够一个人勉强通行的小径继续旅程。6月28日，西门菲沙探险队离开了菲沙河峡谷，来到耶鲁，这里开始河面宽阔平缓，利于通航。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一批友善的原住民，对他们非常照顾。在饱食一餐三文鱼之后，他们又继续接下来的旅程。1808年7月2日，西门菲沙探险队终于抵达了格鲁吉亚海峡。西门菲沙经过经纬度测量，发现这个入海口不是哥伦比亚河口。西门菲沙知道哥伦比亚河入海口是北纬46度，而他根据天文星象测量，现在这个入海口大概是北纬49度，因此他知道他找到了一条新的河流，可以通向太平洋。1808年7月2日，就在到达出海口的当天，西门菲沙探险队遇到马斯昆原住民部族的追击。一路以来，西门菲沙都是预先派人通知前面的原住民部族，告知他们是没有敌意的通过他们的地盘。大多数情况之下，这种策略都是有效可行的，但是这个马斯昆原住民部族并不欢迎外人进入他们的地盘，威胁要求西门菲沙探险队马上离开菲沙河谷。1808年8月6日，西门菲沙探险队回到了乔治堡，回来的旅程耗时37天。此次伟大的探险总共历时2个半月。由于另外一位探险家大卫·汤姆逊在1811年成功找到另一条出太平洋的哥伦比亚河贸易通道，菲沙河这条通道一直没有被太多人使用。1846年签订的俄纳冈条约划定了加美边境是北纬49度以后，这条菲沙河贸易运输线路才逐渐发挥作用。1816年6月，西门菲沙卷入了7橡树之战皮毛贸易冲突，被捕入狱。1817年，西门菲沙和另外5名合伙人又被判无罪释放。从此，他离开了皮毛贸易行业，回到安大略经营其他生意，但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1862年8月18日，西门菲沙因病去世，享年86岁。借中评论，地狱门今天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河谷两岸仍然是悬崖绝壁，
河水惊涛拍岸，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在欣赏大自然绝妙景色的同时，会感受到大自然威力无穷，因此而产生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为人处事就会谦卑，这正是东西方文化追求的最高做人品格。西方教义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华人的儒家思想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就是谦卑。一个人不管是多有权势、多有财富、多有才干，对人处事都要存有谦卑之心。只要有了这种品格，做事可无往而不利，还能得到万众敬仰。听完这个飞沙河这一段以后呢，我们讲一讲这个飞沙河。其实来过温哥华的朋友呢，都很清楚这个飞沙河。基本上我们整个温哥华，就是所谓叫大温哥华地区啊，包括连里啊、舍里啊、七里北啊、Abbotsford 啊，还有温哥华、本纳、列治文三角洲啊，所有的这些大温哥华的主要城市呢，基本上都在这个飞沙河两岸啊，所以呢，这个飞沙河呢，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啊，就是这条河的名字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探险家叫山门飞沙这个人啊。另外，这个伯纳比山上面呢，还有一个大学叫西门菲沙大学，这所大学呢也是纪念这个探险家这个山门菲沙这个人。那今天呢，因为这个菲沙河谷啊，这个两岸啊，后来修铁路啊，就是穿过这个菲沙峡谷，那个叫菲沙峡谷。我们温哥华的两岸的城市那些呢，叫菲沙河谷，河谷跟峡谷中文名好像是很像啊，但是英文呢是两回事了，一个叫菲沙洼里，一个叫菲沙 Canyon 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峡谷呢，就是地势呢是很艰险，好像它的那边的景色呢，就跟那个美国的大峡谷呢有点接近啊，非常漂亮啊，都是那种风化的那些岩石啊，两岸都是陡峭的山坡啊，陡峭啊，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那个铁路就是穿过这个菲沙峡谷，一路可以往北的，一路到Quesnel 啊 Barkerville 啊，通过这个菲沙河呢，这个早期的昨天讲了，早期他们呢一路往西准备就去太平洋，结果呢发现那个路难走啊，后来呢就是往南想往南试一下打通这个哥伦比亚河，因为当时呢就是乔治温哥华的时代呢，就曾经从太平洋呢直接进入这个这个哥伦比亚河进入了200英里嘛当时从这个美国的船长Gary 就雷格Robert Gary 那里买一些资料，完了以后呢，就从那个太平洋那里进入那个美洲的陆地内陆去进到200英里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哥伦比亚河嘛，他们找到现在呢，他们呢就想呢去从他们在北面嘛，他们在北面想往南走因为他看见那个菲沙河是由北往南其实这个菲沙河呢，先是由南往北的大家看地图看地图你就知道，它最早的时候是从落基山脉的这一边从这个落基山脉的西边就先发源地就是那个Moose Lake慕斯湖那里发源地，开始是往北的，后来呢再转过来往南往南他看见那个西门菲沙就看见这条河一路往南走了，那有机会呢这条河会流到哥伦比亚河去所以呢他就想起这个事情他知道有一条河呢是通太平洋的，他试一下从这里可不可以，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出口呢，就很方便了。他在这边西海岸这边收到的这些货物，就不要再翻山越岭，拿到那个阿拉巴斯卡湖的阿拉巴斯卡那个地方，再从那个东面呢就回欧洲了。
那如果他能够拿到这些运到太平洋边上以后装船以后呢，他装上船以后呢，这个船呢就绕过南美洲，这样走到大西洋这样就可以运回去欧洲了这样就省事很多这样船走多远都没问题船就轻松了。如果你人班呢你有限你的人力是有限度的翻山越岭你搬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有船运呢就很好了所以呢他就是这样，虽然他知道这个落差很大，所以他就探险其实也是非常大，主要是在那个地狱门那个地方这个今天你去看那个地方也是汹涌澎湃的虽然现在建了一些堤坝建了一些这个水流稍微的缓冲一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突然间收窄所以呢，它那个地方还是水流很急的这个河流突然间在地狱门那个地方收窄了，所以它那个地方还是水流很急。今天你去看还是很急的另外呢，那个飞沙河呢，到了从地狱门到腰那个地方呢就过不去了，因为腰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礁石有好几块大的礁石，船就过不去。以前呢后面的淘金者呢也是到了腰就要下船走路去淘金的地方就不能利用这个飞沙河因为它从地狱门到腰那一段呢水流很急礁石很多没有办法通航的到今天为止都是一样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飞沙河的通航能力呢只有温哥华这一段到后这一段的水域呢是比较平缓的那一段呢是比较水流是比较急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那这个就是沙门飞沙探明飞沙河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们来到温哥华呢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飞沙河到底是怎么样这一条是一条很著名的河流要看就看那个北面1号公路那个北面那一段是最好看的最漂亮如果你们呢有些什么旅游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加拿大旅游或者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我非常乐意的帮我的读者帮我的观众去解答所有的这些有关旅游还有加拿大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帮我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订阅我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多多了解加拿大的历史非常感谢。